是5月27号。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个此时呢，台湾的疫情正在攀升当中，大家都在问高峰到了没有？这个洪峰到了没有？看起来呢，是还没有。那么很不幸的是说，现在的死亡人数呢也正在攀升，这个部分呢让台湾民众真的是非常的恐慌，非常的不能接受。当然，在这个疫情这1年多来啊。季大使跟我共同历经，我们台湾出现了很多新的一些词汇啊，可以说在1天之内呢造成这个热搜，包括我们看到最开始的超前部署。这是陈时中首先喊出来的。当时台湾疫情确实是守得不错啊，所以超前部署呢这4个字变成了热搜的热词。紧接着，现在疫情失守，又出来一个新词汇，这个词汇呢叫做校正回归。好，今天我们要稍微来谈一下这个校正回归啊。当然，稍后呢还有一个新词汇叫做快乐缺氧。好，这个校正回归怎么回事呢？陈时中的团队在每天下午的2点当中，那么他会举行一个这个记者会，就发布一下今天台湾疫情的各项数字。那么在确诊人数比较少的时候呢，他会每一个这个确诊的人呢，他都详细的讲他的足迹呀，讲他的发病史啊等等，让台湾民众呢有所依归。那么当然这几天呢都是几百个在爆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足迹疫调似乎也没有意义，就不谈了。那么本来呢这个死亡的个案也会谈一下他的病史。但是像是昨天一口气11个也没办法谈了，所以简单区分一下性别，区分一下年龄层，大概就这样。但是呢，在5月22号这天下午2点的记者会当中呢，当天上午我们的记者圈呢全部都接到了讯息，说不得了，1天的确诊有700多例，当时记者圈里面传疯了，我们都接到。但是到下午之后呢，陈时中呢他宣布当天新增的是321例，然后紧接着说。校正回归400例这个此言一出呢，大家惊呆了。什么叫做校正回归哦？此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台湾的疫情每天都在校正回归。校正回归什么意思呢？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当然大家知道这个疫情的调查需要一点点时间嘛那么今天确诊的数字确定了，但是有一些呢可能是前几天，因为它 PCR 的这个筛检是需要2到3天的时间，所以台湾的能量不够塞车了。那么塞车慢出来的这个讯息呢，它要把它回填均摊到前面的这几天，所以这些数字就叫做校正回归。但是我想先请教一下杰大师这个校正回归4个字出来之后，大家有点懵连很多公卫专家也没有听过，大家还以为自己孤陋寡闻，去翻文献翻翻过去的教科书，好像都没听过。大部分的公卫专家都说没听过嘛。对，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文字游戏嘛。那玩这种文字游戏，我觉得没有意义。所以这个国际媒体已经说了，你这样子会把你的统计数字的公信力把它减损，到最后老百姓也不相信，那么整个国际社会也不相信，你就把你自己的这个名誉给搞坏了嘛。发明这种名词，只能说就是说，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团队防疫团队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当然，这个校正回归呢，到现在为止出现了很多后遗症这个最大的一个后遗症就是，每天下午2点钟，台湾人民呢坐在电视机前，等着他公布今天的确诊数字，要知道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防疫。现在大家知道不需要等了，因为这个数字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数字呢，因为在校正回归之后呢，它会均摊，它每天都还会浮动的、变动的。也就是说呢，今天讲的数字其实不是今天的一个准确数字，它可能过3天之后呢，这个数字才会准确。之后过5天之后呢，这数字又增高了。所以我们看到台湾的很多曲线图我劝大家现在也不用看了因为这个完全不准。那这个部分呢就有点惨，因为呢所有的公卫专家，公卫上的一些防疫的一些措施，它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科学上的一个预测，就是需要一些大数据。但是这样一来呢，就让台湾的这个数据变得不准了。所以最近呢，很多专家在说，其实不需要这样做这个防疫是不是一个账本？你不需要去做账，把今年的亏损放到明年呢这没有意义。那么当然另一头呢，我们现在媒体呢，大家也都把它混加在一起，还是一样。你跟我们300多，我们还是加起来是600-700。对，最后还是这个数字比较有意义嘛。每天有一个不同的数字嘛。那你每天这个数字它没有参考价值的话，又要把它回归到前面，那你前面的数字也都变了。那你每天的数字其实就不稳定了。对。那这样子做的话，我想只有这个防疫中心他们自己觉得自己
可以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我想这个目的很简单，就是4个字嘛，就是一直从头到尾到现在都有这个问题，叫粉饰太平啊。对，对。对，另外这个防疫事实上有几个准则，一个是要快嘛，哈，一个是要准，另外一个是其实要简明易懂，特别是对于民众来讲啊，你这个校正回归，因为回摊过去，民众真的搞不太清楚。你看到全世界各个国家他们所公布的就是一个数字嘛，今天的确诊人数、死亡人数，看到全世界都是这样做，我们台湾校正回归，我们更精准哈。以这个数据来讲是更精准，但是你要透露什么呢？你要透露给大家的就是把人民给搞混啊。当然，这个有一个背景啦，主要就是在22号的前一天，我们看到也只有200-300例嘛，所以一下子变成700多例。那天呢，记者群组当中传疯了，大家都在问接下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所以第二天呢，又听到300多例，很多人心好像就安一点。确实有一点点心理安慰的效果哈。别忘了还有个校正回归400，必须要加上去。好，我跟谢大使继续，我们再谈一个新名词哈，这2天也很热很热，叫做快乐缺氧。这听起来有点违和感哈，缺氧应该很不舒服，但是是快乐缺氧啊。这2天因为受到快乐缺氧的影响，台湾所有的血氧机一夕之间卖翻呐。谢大使，你买了吗？我没买，我因为照顾我以前父母亲的时候，他们生病的时候，我知道血氧都蛮有概念的。对，其实一个好的血氧机都是挂在手指上面夹一下。我记得那时候好的都要1-2万块钱。哎，那这么贵啊？很贵。我看到几百的是不准吗？不，那个他说是我不晓得是，可是一个好的就卡在手上。对。那你在医院的时候，通常比较严重状况，你手上都会带一个。对。那个你的后面都有一个荧幕，它有你的心跳，有血压，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血氧。对。那血氧通常你要95以上吧？对。哎，你正常人。那好一点的时候，你就到99啊、100啊。有时候我自己拿来戴，我觉得我呼吸还不错。那这个东西其实随着病人的状况，它真的会起伏的。你如果说掉到这个95、90左右哈，我们台湾的医院就立刻给你装氧气了。也就是那个氧气管，因为你病房后面都可以直接一个管接上就有氧气管，放在鼻子上的这个嘛，氧气管。那这个快乐缺氧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好像是猝死一样哈。对，没错。其实说是快乐，其实死亡有什么快乐呢？对不对？那这里面就显示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轻症的患者哈，或者就是说还没有进入这个重症的，其实他是有危险的，而且他危险还蛮大的。所以我就联想到当时为什么柯文哲说，哎呀，我们不要搞1人1间、2人1间哈。后来我在想到说，方舱医院为什么人家会有这个想法？也就是说，你即使是轻症，你还是要有随时有人看顾的，然后呢，这些是基本的这种医疗的数据，因为医生的话，他是诊断都要靠数据，你这个血氧其实是蛮重要的哈。其实尤其年纪，现在又是重症的或者比较这种快乐死亡，这种所谓这种都是比较年纪大的，所以我觉得放在一个大环境里面，有很多人在照顾的情况，就不会说，比如说你孤单在家里，等这个卫生所来通知你说，你有病床了，我来接你，有的等1-2天还没等到，就突然在家里发生意外。那这种 case 已经好多起了，真的，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这个整个的疫情指挥中心是有疏失的。我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下这个背景资料。当然，这个快乐缺氧4个字呢，可能有一点点误解了。快乐不是说这个人真的很快乐，快乐是相对于通常缺氧，我们感觉应该是痛苦的、意识不清的。但是呢，这个新冠肺炎病毒侵袭肺部之后呢，它的缺氧比较特别啊。在台湾的临床上发生过几个个案，包括说有一个这个老先生呢，活蹦乱跳的走进了诊间啊，那么他确诊，结果血氧浓度一量呢，糟糕，他只剩下了30-40。医生立刻说你要进病房，对，你要进加护病房。但是老先生完全没有感觉。那还有一个老太太也是一样年纪很大了，全家确诊。
他就开始喘了之后呢，送到医院就一发现呢，他的血氧也非常的低，剩下30-40。然后，但是很特别的是，照理说老人家血氧这么低，应该意识已经不清楚，但他的意识异常的清楚，所以医生就说呢，应该要插管了，是不是要插管？还问老太太，老太太还对答如流，跟他说，我也不知道啊，你去打电话问我儿子等等。最后儿子接到电话呢，做了一个非常悲痛的一个决定，因为年纪实在是太大，也不太希望这老人家遭到这样的一个痛苦哈。最后决定是这个放弃插管。那么后来的这个结果目前还不知道了哈。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说，这个坏乐缺氧呢，它比较特别的一个症状就是说，可能完全没有感觉。那这是一个新冠肺炎的一个警讯，所以呢，台湾的这个血氧机卖掉了，但如果买不到的话怎么办哈？专家也提醒你有几个监测的方式，因为平均我们一般人每分钟的呼吸大概12到21次，如果呼吸很急促，超过30次的话呢，恐怕就是这个有异常了。而在这个重症患者当中呢，我们看到60岁以上在台湾的重症患者。这个比例蛮高的，几乎是2成也就是说，确诊的60岁以上的民众，大概每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会转重症。对我觉得这个高过一般的其他国家的这个比例哈。这个其实我们应该有医院哈来做一个解释，因为事实上重症的话，尤其60几岁这么高的，到底什么原因？对，那这个其实应该要给社会一个答案。如果找出答案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出一个预防的方法了，或者有一个对策。对，那现在我们的疫情主任只会心里喊话，他没有拿出对策。我们到医院的话，医生都会告诉你怎么做，对你的健康有帮助。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政府这个疫情组，他把专业的跟我们这些潜在的这些病患，或者是已经患病，他把隔绝开了，我们从他那里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对，这个就是最惨的因为前天我们看到台湾升这个3级警戒的强化版有人说你干脆为什么不升4级呢？那陈时中的说法是他觉得疫情还算是平稳。但是所有专家都说不平稳，所有前线的医护人员都说医疗快要崩溃了。但是他的感觉是平稳所以他不要升4级，不要封城，那么始终在维持在3级加强版、强化版。所以网友发了一大堆梗图嘛，为了是3级 Pro、3级 Pro Max 各式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一个3级版。3级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我们刚刚讲快乐缺氧，它最大的一个可怕就在于它可能会猝死。所以也就是说呢，不管是重症、轻症也可能猝死。这就回到刚刚这个介老师所讲的，没有错。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最让很多公卫专家完全不能接受的是，我们台湾的这个陈时中卫福部已经拍板定案了，也就是说，接下来轻症者在家隔离，这会成为一个常态那为什么要这样？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家里还有家人呐，我家人可能会健康是健康的，我会传染给他们。第二个就是，如果不想传染给家人，你要去花钱住防疫旅馆，我家里家境可能不好，我没有这么多钱。那么这个东西，指挥中心本来应该就管嘛那么大陆就是盖了方舱医院，很简单。所以公卫专家的讲法是，你一定要赶快找出确诊的人，然后轻症的分一边，重症分一边。轻症的反正大家都确诊了，所以你盖方舱医院，你不用像台湾一直要纠结是不是一人一室，因为大家都已经确诊，都是轻症，在这边有医护人员监控，他们不会有危险。但是你现在拍板定案，叫轻症的人自己隔离在家里面。第一个，它会造成疫情的大幅的一个传染，家人本来没事变有事。第二个，轻症的可能随时转重症。这个部分实在是不能够理解，只是因为反中嘛，因为大陆盖了方舱医院，所以我们台湾死也不肯盖方舱医院。很多人说你纠结名词的话，你盖苏贞昌真昌医院也好，你盖什么医院都可以但是我到现在为止还是想不明白，要轻症的人在家，我们不要用等死这2个字太残酷，让轻症的人在家置之不理吗？这是大家都到现在都百思不解这个不晓得陈时中脑袋在想什么。对，他即使没有专业，他是牙科，今天来负责这么重大的一场战役他听听别人，看看报纸，听听这个社会上大家他也不会做出这么离谱的决定因为不只是轻症，无症状感染者也有感染他人之可能。现在你面临的不是一般的慢性病，或者不具传染性的疾病，这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你发现了这个感染者，第一个就是要隔离嘛。那像美国这些
美国很多人住这个 single family house， 大得很啊。对，他在家里可以隔离，有地下室啊，有楼上楼下。你要知道，我们台湾人的居住平均的面积是很小的，对，地狭人稠。那尤其一般这个，如果家里还有老人的话，哈，因为我那时候在选举的时候跑了很多基层人的家里面去拜票，我才知道我们大概一般基层民众住家状况水准是很低的。那就是说，大家都很挤在很局促的环境里面，所以尤其在台湾，你更是应要尽快把感染，甚至你今天筛检出来它不具症状，可是它是阳性的话，你也应该尽快把它隔离，而且还要照顾。那这个隔离在台湾来讲话，我知道我们闲置空间很多啊，小巨蛋不是空着吗？现在不是不准办大型活动吗？我们还有2个。南港有2个大展览场，也是空的，那个空间非常的大。那我们台北还有世贸中心的展览场，各县市还有很多文字馆，你记不记得？过去花大钱盖的，后来都没用。对啊，你闲置在那儿。你现在编列了4100亿的这一次的这个专案的这个款，你就拿出4亿好了，也不过1%的钱。你这些全部都可以改成方舱医院啊！立刻你的收容量不是你现在讲的都是100、200，那个就上千的收容量就出来了。我听您这样讲，我更觉得没有逻辑。为什么？你刚刚讲说只不过拿出4亿啊，也许问题就解决了。但你知道吗？像光是和平医院叫联医等等，他们去改装1层楼的这个，现在符合现在什么负压隔离等等，就要花1层楼就要花1亿耶。所以这个部分说实在，让台湾人到现在为止耿耿于怀，无法接受，而且讲到非常非常的愤怒啊！我要跟大家讲几个不好的消息啊，就是我们台湾才2个星期，整个医疗迅速崩坏啊！我记得大概前不久前，我还请介大使来聊一下，为什么日本医疗这么进步，但是一碰到疫情崩坏的这么快，就没想到话没讲完，现在轮到我们台湾了啊！我们台湾现在怎样呢？首善之都台北市疫苗剩下不到1瓶啊，在昨天，在不断的柯文哲市府呢大声呼救和透过媒体非常非常愤怒的表达之后呢，今天好不容易又送来了一些哈，我看到好像是大概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1-2万剂，但是台北的医护就3万多人，所以是不够的，各县市都不够。另外呢，人口最多的新北市，它的负压病床也只剩下1床了，好，还有台湾的医学龙头台大医院的院长也呼救。他说，台大医院完全饱和，儿童病房都已经改装了，现在没有办法再收容任何的病人，救护车不要再把病人载来了。还有呼吸器啊，因为新冠肺炎影响的就是呼吸。去年盘点的时候呢，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因为当时呢，我很仔细的注意到台湾的口罩各项战备物资。去年盘点，我们台湾呼吸器大概还有1万台，到了今年前几天，突然跟我们说只剩下1000台，少了个0。我一直不太懂消失的9000台去了哪？这2天我不断在我的节目当中抛出这个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无解。还有昨天看到最可怕的，有急诊的医师呼吁全身湿透。他说现在呢，他所在的医院几乎连叶克膜都快用完了。所以讲到这里，介大使，介老师，你能够想象吗？这是2021年的台湾吗？这个其实台湾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水准是蛮高的，是，只是说他没有把准备好。也就是说，过去1年全世界给我们这么多的经验摆在眼前，可是我们陈时中跟他的团队视而未睹，而且没有做任何他所谓的超前部署，也就他没想到有这一天，就想凭着运气把这件事情就拖到底，然后他就回去做选他的市长。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因为你什么事情凡事预则立嘛，现在就是都没有准备，而且你不听从建议，你不建立这种方舱医院你就会回过头来拖垮你正常的医疗体系。你说有1万台的这个呼吸器，我记得那时候我母亲在医院的时候也是需要呼吸器，都要等的，没有那么快的。一个医院它的呼吸器是有限的，那个呼吸器它是可以把那个呼吸氧气，通常你需要氧气的时候带个氧气管下来，那不够的时候要打到你进去，它可以把那个它是比较封闭的戴在脸上，
把氧气打进去了，那个叫呼吸器。可是你正常，我有10000台，我们平常的医院就在使用，都有一点捉襟见肘了。那你有没有先准备多买个10000台了？我们给了你4100亿，请问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所以这10000台很可能就是本来就是这个医院的现有的10000台，就是他根本没有多准备嘛。没有多准备。所以去年我们看到他公布这个数字，他把这个盘点单全部丢给台湾人，台湾人以为他为了疫情，他去买了这些，因为口罩也是新的啊，对不对？很多他口罩啊、防护衣，你看看我们台湾这么多口罩、这么多防护衣、这么多面罩，不用担心，我们有这么多的呼吸器。结果到了前2天，突然跟我们说呼吸器呢只剩下1000台啊，大家就懵了，搞了半天你把本来就有的东西拿来忽悠大家啊，你根本没有准备，所以台湾民众气炸了啊！说陈时中应该再给他冠个姓，叫4个字哈，叫不诚时中。哦，早就是这样子了，这个真的名副其实就是这个名字4个字。对。好，2个星期啊，台湾的疫情迅速崩解，医疗状况呢迅速的崩坏，台湾人民非常的不能接受，这个呢也震惊了全世界。曾几何时啊，全世界把我们台湾当成模范生，这个模范生呢突然之间变成了留级生啊。当全世界都在解封的时候，台湾的疫情刚刚开始烧，没病床、没器材、没医护，人民呢可能被逼要在家等死等等，这些不都是全世界过去所走过的路吗？演过一遍给你看，考古题都给你了，你还不会写啊？这个让大家不能接受，所以我们看到连北韩媒体哈都发表了一篇评论哈，评这个台湾疫情为什么崩坏啊？不管是彭博啊、北韩啊，还有全世界 BBC 啊等等，结论就4个字，叫做轻忽傲慢。你看到我们过去1年，我们台湾政府花了多少钱在大外宣、大内宣、台湾 Can Help 等等之类的？我真的觉得当初不要做宣传还好，做了宣传，现在对比何其强烈。你想多尴尬？对，我们现在我看那个北韩那个劳动日报报的，他的方式就是台湾现在是他们的负面教材。也就是说孔子不是讲3人行必有我师啊，那么择其善者而不善者而改之。我们现在就是不善者，我们就是留级生。然后就是说，你如果像台湾那样的话，你像就台湾现在这个情况，那这里面他还特别提到了，关键在那个机师的哈，对，就是那个3+11啊。这个我觉得照孔子的思想，就是说始作俑者，这个最可恶。对，非常可恶，非常可恶，而且怎么可能政治力去影响专业判断的东西？你到底有没有专业？而且你专业难道一直要为政治低头吗？那你还叫什么专业？专业就是专业，科学的问题，安全的话最低限度就是7天的话就不能改。那你看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个防疫指挥中心向政治力去低头。另外呢，我不晓得这个低头的最后他的，我常常讲就是他的动机是什么？你是负责所有人的健康的，这么重责大人，你可以轻易对一个立法委员的一个官说你就低头，你自己有所求吗？你自己有所求吗？如果这样子的话，那真的是对不起台湾的老百姓了。好，真的是对不起。所以我们一开始讲到快乐缺氧啊，所以现在注解就是可能我们的指挥中心长期都在快乐缺氧哈。对。病人快乐缺氧，可能意识都比他们要来得清楚。所以现在各县市首长要大超车了，等不到陈时中，等不到这个补给啊，怎么办？前线士兵要打仗，各县市首长要大超车了，没有疫苗我们自己买。